百视与拂晓的外甲是金子做的吗？为啥弄得金灿灿的呢？这时肯定有人要说啊，当然是万代想出电镀模型赚钱了。你说的对，但相信还是有不少的小伙伴啊，想知道设定中这些金色的外甲到底是什么原理吧。今天啊，就让我通过两个极具代表性的金色机体百视与拂晓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先说说百视，作为高达系列正剧中第一个出现的金色 MS， 百视呢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看起来贼屌，战绩却贼少。咱们先来说说它背景资料啊，作为编号为 MSN100， 被设计者赋予了100年后也能使用的机体的含义。百视呢真的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首先啊，它作为奥古与阿纳海姆在生产完利克迪亚斯之后，投入全部精力生产的高端机。设计之初呢是想研发德尔塔高达的。奥古作为甲方提出的需求啊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它又能像提坦斯的机体那样变形，又不要像提坦斯机体那样那么怪啊，来不来搞个20多米的高度，格纳库都装不下。同时呢，变形时间还不能太长，它南瓜饼不是1秒内变完吗？咱搞个0.5秒以内不过分吧？然后呢，人家提坦斯把联邦都快给腐蚀完了，有花不完的钱来搞特机，咱奥古可没那么多钱。这机体啊必须高泛用性，不但宇宙、大气圈也都能用，而且啊还要根据奥古独特的闪电战思路，在不使用额外装备的情况下，单机突入大气层也得是机操吧？单机飞出大气层啊，咱就不提了啊，我知道你也做不到，看我多体贴。行了，去做吧。接到甲方任务的阿纳海姆啊，也是一顿研究啊，以利克迪亚斯技术为基础，研究了好久，发现如果要变形，这骨架强度不够啊。可前线亚历山大的奥古啊又催得急，阿纳海姆急中生智，一拍大腿，这不是前不久奥古刚送过来马克兔吗？咱把这个马克兔的可动骨架先挪过来，做出一副马上就要搞定变形的样子。虽然做不到单体降落，但毕竟降落背包技术也成熟了，凑合凑合就得了。然后呢，再把利克迪亚斯和马克兔身上成功的设计都搬过来，把咱们现有的武器啊全部都适配上。为了表示诚意，光束步枪咱也给新规了，还在使用高达尼姆合金的基础上呢，涂了反光束涂层，也就造就了这谁看了都迷糊的土豪金色。可以说，除了奥古特别要求的变形结构啊，以及不借助装备单机突入大气层的需求以外，能做到的呀都做得挺好。奥古那边接到百视也一脸懵逼啊，好家伙，提的需求一个没实现，我这要只大白鹅，你却给我了一只大白鸭呀！而且呀，它在性能没有达到超高预期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尔塔高达的反光束涂层，金灿灿的涂装啊，仿佛随时在挑衅敌人来干我呀！谁敢开它出去啊？这时啊，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的落到了库阿托洛大卫身上了。夏亚也是心里一沉呀，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他没法涂成红色的了，这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啊！这个金色啊有几个说法，一个是特殊反光涂层，涂完了以后啊就呈现金色；一个是设计者永野博士希望它能成金色；还有一个是奥古希望能成金色，宣传自己天降神兵的感觉。可你要说夏亚牺牲心爱的红色，开这台金色的百视，性能上总得有什么质的变化吧？你还别说，从剧中的表现来看啊，那还真没有。所谓的反光束涂层啊，几乎没有什么高光的表现，在最终决战还被希洛克和哈曼揪着关节打，几乎被削成了人棍。阿斯兰直呼前辈受我一拜。而与百视同样是金色的拂晓，它的反光束效果啊，那可就是实打实的对得起这身金灿灿的身价了。奥布这个国家大家也懂，基本就是日本人对自己独立以后的一种幻想，所以啊，决战武器思想也是挺严重。拂晓高达就光外甲的造价，记住啊，光外甲的造价不含内购系统啊、武器啊和维护呢，就价值20台村宇的价格。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值呀，它怎么看都比2台村宇要值啊！那只能说你太爱赌了，赌敌人的 ace 不如你们这边的。你看人家联合和扎夫特做特机，那是因为他们的基础兵团建制已经成熟了。你奥布一个小岛国四面环海，敌人是可以从四面八方围攻你的。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还是生产足够多的基础兵力以供调度，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况且啊，村宇在 ace 手里边性能也是不差的。而如果你花大价钱造的特机让人家玩虐，那不就只能干瞪眼等着天降自由了。有人好奇啊，难道拂晓的外甲真的是用金子做的呀？怎么这么贵？其实呢，拂晓的外甲名为8尺镜，其内部结构分为光束衍射光栅层和超微等离子临界治愈层，再加上独特的覆膜处理，使得一切打在外甲上的光束会被完美折射。同时呢，结合身上的特制探测器，可以将攻击精准的反射到敌人的身上。嘿嘿，看得出来啊，做设定的人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啊！尤其是这个光束反射回去还能攻击敌人的画面，按理说呀，通过材料反射的光线应该是主要受照射平面的角度来决定的，更别提一般情况下攻击方都是移动射击的，你就是180度反射回去，按理说呀都达不到的。所以整出这么一个探测器辅助折射也是挺绝的啊。那么了解完拂晓黄金外甲的原理，再来说说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一个是拂晓的外甲能扛创世纪吗？问出这个问题的小伙伴啊，应该是没有搞清创世纪和镇魂
魂曲的区别。创世纪打出来是伽马射线，而镇魂曲说白了呀，就是一个口径巨大的光束炮。因此呢，拂晓是可以防镇魂曲的，但遇到创世纪呢，就束手无策了。具体创世纪的原理呢，我在之前视频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下。不过说实话啊，拂晓能扛阳电子炮也挺魔幻的。要知道阳电子炮打的可是反物质啊，碰到任何物质都会直接产生湮灭反应。拂晓扛下来还能完好无损，给人逆天啊！另一个问题是，拂晓的抗光束能力有上限吗？这个明显应该是有的，毕竟剧场版中扛了镇魂曲以后，机体肉眼可见的达到临界点了。只可惜呢，目前 C 中最强的光束武器就是镇魂曲了。这么看来啊，说它能扛一切光束倒也没问题，至少现在是这样。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百事与拂晓的金色外甲设定了。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吉翁和联邦半斤八两，是不是有点太瞧得起吉翁了？我记得从很久以前开始啊，各大高达主题的论坛里面，只要讨论到联邦与吉翁的战争，都会有人跳出来说啊，联邦和吉翁就是大哥不像二哥，两边都不是东西。这句话乍一听没什么毛病，可仔细一想呢，吉翁何德何能跟联邦坐一桌？首先啊，我们要承认一点啊，那就是吉翁军中确实有着很多令人喜爱，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尊重的军人的。比如啊，经典的吉翁好大叔系列，像是苍蓝巨星兰巴与被称之为虎王的诺里斯。另外呢，像是为殖民卫星安全而战的巴尼，收留战争孤儿的多安，甚至是战场上互相放水以德报德的基层士兵，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血有肉的角色。当然了，这还没说人气最高的夏亚呢。咱们喜欢这些角色呀，很正常，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或是看到军人的光辉，或是能看到心系宇宙居民的信念，或是能看到让人津津乐道的骑士精神。但这跟吉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角色你放到提坦斯，放到蓝色波斯菊，放到阿洛斯，那也同样是会招人喜欢的。一个组织那么大，里面有不少正常人、老好人，那是很正常的呀。但我们不能说啊，因为这个组织里边有那些好人，所以这个组织就是正义的吧？拜有些个别剧目所赐，随着角色口中一句句“吉克吉翁”，一大堆所谓的大义与忠义，以及是男人就开扎古的梗流传开来，一些观众啊都开始觉得吉翁也代表着一种正义了。这吉翁是分你房了还是分你媳妇儿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回想一下吉翁公国本来的面貌吧。在 UC 宇宙中，宇宙殖民地早期啊一直是被地球联邦所压迫，而吉翁兹姆戴肯则以保障宇宙居民利益为出发点，建立了木佐自治共和国，并形成了早期的吉翁主义。注意啊，此时的吉翁主义与后来扎比家嘴中的那个吉克吉翁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具体的差别啊，我在之前的视频介绍过，大家感兴趣啊可以翻一下看看。简单来说呢，此时的吉翁主义是一种想要保护地球生态、维护宇宙居民利益，同时预言未来新人类诞生的包容性极强且极富前瞻性的思想。代表鸽派的戴肯遇害以后，鹰派的扎比家成功上位，为纪念国父戴肯，将共和国正式命名为吉翁公国。扎比家的长子吉连扎比则通过一步步的政治斗争，慢慢掌握了吉翁公国的实权。他曾经以清除反对吉翁公国的势力为由，在国内发动了浩浩荡荡的大清洗，被清洗人数啊高达20万人。随后呢，为了根除反对派势力，还在国内实行举报奖励机制，并在 UC0071 年提出优秀人类生存学说。在面对联邦强力的经济制裁时呢，公国政府开始征收大量苛捐杂税，比如空气税、重力税、水税等等。这下啊，连国内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大量公民选择离开公国。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此时的吉翁啊，已经是不在乎什么所谓的为宇宙居民谋求利益了。他收拾起宇宙居民来，比联邦还他妈的不是人。随后啊，吉连还成立了只听命于他的元首卫队，完全架空公国首相。自此啊，扎比家的独裁统治也是完全铺垫完成。吉翁公国呢，也成为了彻彻底底的独裁政府。这个吉连扎比啊，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那基本就是傅爷笔下的某个落榜美术生了。而1年战争的开端就是伊菲修岛作战，吉翁向赛德2伊菲修岛灌入了 G3 毒气，屠杀了一整个卫星的居民，并将卫星砸向地球，造成了近50亿人的死亡。随后在1年战争中，为了补充兵员，吉翁还在国内开展了强制征兵，就连公国内的滞留人员与殖民地的公社员工都被强制入伍到吉翁。最常见的逼迫手段呢，就是以家人为人质。这就是吉翁的大义哈。可以说啊，吉翁公国在原设定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打着吉翁主义的口号，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压榨、奴役宇宙居民，实行侵略战争的邪恶组织。你拿它来跟联邦比，说这俩半斤八两，那真的是多少有点冤枉联邦了啊！联邦是腐败啊，是病入膏肓，但它至少是一个保证了基本民生的
合法的执政政府。你要说他与吉翁，不好说谁是正义的，那就好像说啊，腐朽的大清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好说谁是正义的一样。这屁股简直是歪到18层地狱去了啊！当然了，这也主要是因为后面的一些作品中，编剧屁股就是歪的，结果把观众也给带歪了。比较典型的呀，就是0083和1年战争秘闻录。不可否认啊，这2部片子啊都是有一定的优点在里面的。比如呢，0083一流的手绘动画水平，以及对 MS 极为细节的描写，或是战争秘闻录中对一些基层战争的场面刻画，都是非常有看点的。但它通过镜头、音乐与台词，对1年战争双方势力的正义性进行了极大的扭曲，这个呀，则是骨子里的问题。说起来啊，前些年还有一个吉翁帝国滑稽团美少女带你入伍吉翁的游戏，那更是抽象的没边了啊！至于网飞要出的那个复仇的安魂曲，证据还没出呢，先不评价啊。反正目前 PV 来看啊，前景不容乐观。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